真正的锦衣卫到底有多恐怖呢？举个简单的例子，你是一名一品大员，朱元璋坐在养心殿问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？他要是这么问你啊，你可得小心了，因为接下来你说的每个字儿都是你一家老小的性命啊。昨天晚上我和6部尚书、都御史、太师他们打麻将来着，打到一半发现少了一张牌，然后就各自回家了。这时候朱元璋从袖口缓缓地拿出一张牌，是不是这张啊？一般人要是看到这张牌啊，裤子早就湿了。如果昨天晚上发了一句牢骚，现在就开始酒足消消乐了。这还不是最恐怖的，你背地里说的每句话，皇帝都知道，就连晚上和小妾说的悄悄话，他都清楚。有天晚上，朱元璋激动地一拍大腿，把仪仗队的毛香叫了过来：“小香啊，那个仪仗队你就别干了，交给你一件见不得光的光荣任务。以后啊，你明面上还是给我开刀的仪仗队，背地里啊给我收集天下情报。你只需要听我一个人的就行，出了什么事儿，我罩着你。”经历了人生大起大落的毛香啊，一边擦汗一边挺着腰板离开了。从此，仪仗队多了一个称号——锦衣卫。其实很多人啊都被骗了，给老朱当锦衣卫并没有那么好。你以为的是看人不爽直接咔嚓，其实他们是工资很少，穷到叫妈。明朝公务员待遇很差，如果你是一名普通的底层锦衣卫，一个月也就只能挣7担米。为什么不发钱呢？因为在当时啊，大米才是硬通货。而且啊，你也别指望老朱给你涨工资。锦衣卫从创立到解散200多年都没涨过工资。最重要的是啊，锦衣卫大多是世袭的。你老爹是小旗，那你这辈子啊，基本上也是一名小旗了。就连锦衣卫的老大毛香也被骗了。朱元璋用锦衣卫收拾完大臣后，就让毛香找阎王爷报道去了。真正啊，让锦衣卫权力达到巅峰的是明成祖朱棣。当时的锦衣卫一旦发现有官员贪腐或者对皇帝不敬，可以直接逮捕，自己审讯。他们有自己的监狱，一般人竖着进去后就只能横着出来了。他们甚至啊还有自己的暗语，比如他们对狱卒说了打着问，那这个犯人啊就比较幸运了，一般是假打。如果说好生打着问，就需要多少见点血。最倒霉的呀，就是这第3种，好生着实打着问。这7个字一出来啊，犯人的家属基本上就可以准备棺材了。这还不是最狠的，当时锦衣卫的老大纪纲可以说啊嚣张到了极点，缺手下了，在大街上抓一些小孩变成太监伺候他；缺钱了，给富商扣个帽子，直接抄家；缺女人了，给皇帝选妃时做手脚，把好的留给自己。眼看锦衣卫权力失控，朱棣慌了，放出消息说满朝文武可以尽情的举报纪纲。结果啊，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纪纲一句坏话。朱棣那个气啊，这满朝文武啊，有时候还不如人家太监们爷们儿呢。太监。于是啊，为了制衡锦衣卫，明朝的第2大男团崛起了——东厂。如果各位感兴趣，咱们下期好好聊聊东厂。